美国最新一代隐身战机 F-35B/C 两个型号却不能够安全地进行超音速飞行，让人大跌眼镜。那么这两个型号到底是出了怎样的问题呢？如果强行进行超音速飞行的话，又会带来什么后果呢？我们首先来了解一下超音速这个概念。音速呢约为每秒钟340米，而受大气温度的影响，数值也会有所变化。而大气温度呢也会随着高度进行变化，因此呢不同飞行高度下的音速也会有所不同。在国际标准大气情况之下，海平面音速为每小时1227.6公里，而在11000米的高空呢是每小时1065.6公里。因此呢，科学家们采用了一个反应飞行速度的重要参数，也就是马赫数。它呢是飞行速度与当地音速的比值，简称 m 数。那么当 m 数等于1的时候呢，就表示飞行速度与音速相等；而当 m 数大于1的时候，则表示飞行速度要大于音速，也就是超音速飞行。那么要想进行超音速飞行的话呢，必须要突破音障。在飞行速度达到音速的9%，也就是0.9马赫的时候呢，局部气流的速度可能就会达到音速，从而产生局部的激波，从而使气动的阻力剧增。而更为严重的是，激波会使流经机翼和机身表面的气流变得非常的紊乱，从而使飞机剧烈抖动，操纵十分困难。处置不当的话，就会空中解体，甚至机毁人亡。无数飞行英雄曾经挑战极限，而直到1947年10月14号，美国空军上尉查尔斯·耶格驾驶 X-1在12800米的高空飞出了1278公里每小时的高速 ，m 数呢为1.1015马赫，在人类史上首次突破了音障。此后呢，各国新型飞机都开始探索超音速设计，但是呢，超音速时代的发展道路却并不平坦。1973年6月，苏联图144S 超音速客机参加巴黎航展，然而让人始料未及的却是，图144S 却在航展上发生了意外，空中解体爆炸。当时呢，图144S 正在进行最后一场飞行表演，而在一旁配合航拍的呢是法国空军的幻影战斗机。谁料这架幻影呢误入了图144S 的航线，那么苏联飞行员只能够全力的推动操纵杆，大幅度的转弯躲避。而大幅度转弯带来的呢是超强的过载，超过了机身所能够承受的极限，从而导致左翼发动机的供油管路断裂，飞机呢在空中解体起火，并在坠地的一瞬间爆炸。当时碎片波及了15栋地面建筑，造成了14人遇难，其中呢还包括图144的总设计师弗拉基米尔·连杰罗夫。可以看到，飞机呢想要进行超音速飞行，尤其是在超音速飞行当中完成高机动动作，对机体设计的要求还是非常高的。因此呢 ，F-35B/C 如今爆出超音速的时候，飞行震动可能会引起战机尾部损坏的问题，无疑是非常危险的。再加上这两型舰载机在起飞的时候呢，往往都不会携带太多的燃油，而一旦超音速飞行又会大量的耗油，那么这也会影响制空时间和作战半径。此外呢 ，F-35B/C 如果进行较长时间的超音速飞行，机身表面的隐身涂层还容易脱落，从而失去最为有利的隐身优势。在陆上基地呢，飞机还可以进行快速的维修，但是在舰艇出海的时候就很难解决了。也许呢，还要等到舰艇回到母港才能够进行维修。那么这也引来了美国海军和海军陆战队的不满。此前，美军就曾批评 F-35的战备出勤率不足50%，战备率低下来源于糟糕的后勤维修能力。美国空军 F-35中队的人员甚至需要从其他无法飞行的 F-35上拆下零部件，装到可以飞行的 F-35上。军事专家张烨认为，这是因为 F-35生产线是进行整机的生产，用于维修的零部件相对少一些。不过，最主要的原因还是一些先进技术并不成熟。就是 F-35它都是一些采取了都是一些非常先进的这种技术，那么这种技术呢，它的成熟度还不是特别的完备啊。那么比如说它的这种隐身的涂层，在每次高速的这个飞行之后，特别是超音速飞行之后，都会有一些损伤。那么它回来以后要进行维护，那么其他电子设备也是同样。这样的话呢，它的维护的时间就会比较长啊，这是一个最主要的原因。F-35制造商美国洛马公司日前还表示，由于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 ，F-35的生产速度已经放缓。该公司首席执行官玛丽琳·休森在一次电话会议上对金融分析师们说，正在调低全年的销售前景。
F-35项目的一再拖延，可以说严重打乱了美军的战机换装计划。在等不来足够数量的 F-35之后，美国海军和海军陆战队纷纷宣布了超级大黄蜂和大黄蜂战斗机的升级延寿项目。美国空军也在4月28号敲定了空悬已久的 F-16升级计划，将对600多架 F-16CD 进行重大能力升级。最核心的升级部分是将 APG-68 机械扫描雷达换装为新型的 APG-83 有源相控阵雷达。我认为它是 F-35目前的数量难以满足这个美国空军的这种要求啊。美国空军它的计划是未来要这个全部换成 F-22和 F-35，这样 F-35未来的总数量可能要达到1700多架。但是它现在的生产能力每年只有100多架，但是后边可能生产力会这个上来啊，但是远远达不到美军的要求。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啊，它对 F-16进行升级，可以补足这样一个缺口。美国国防部规定，海军飞行员驾驶 F-35C 时进行超音速飞行的时候不能超过50秒，以防战机会出现空中解体等危机。那么 F-35A 与 F-35BC 的设计理念又有怎样的不同呢？为什么 B 和 C 型的超音速飞行会特别困难呢？崔先生，您对此怎么分析？那为什么 B 跟 C 有这个问题，而 A 型没有？美国的这些媒体现在还没有说出个所以然。美国国防部呢，管这个 F-35项目的这个机构这办公室也没有出来解释这个问题。那么我们来分析一下，到底有什么原因导致 A 型没这个毛病 ，B 跟 C 都有这个限制？我个人的一个分析，可能主要有2点。第一个就是 B 跟 C 它的结构上跟 A 是有差异的。A 是一个通常的陆基的这战斗机，而 B、C 的话都要考虑上舰，尤其是这个 B 型啊，它的发动机的这个还有它的推进的这个结构是最复杂的。C 型呢，相对来说，由于它要考虑上舰，就上航母起降的这个考虑，以及海军呢对它舰载机有一些格外的性能上的要求，所以它的结构比 A 也要复杂一些。最突出的表现就是 C 型啊，它的翼展，就是它的翼面积、尾翼的面积和主翼的面积都比 A 型要大很多。第二个考虑推测是什么原因呢？就是有可能这个 B 型跟 C 型它考虑在海上使用。考虑上舰使用的话，它尾喷口就是尾翼附近的这个涂料啊，它的成分跟 A 型是不同的。美国空军已经敲定了600多架 F-16CD 的升级计划。那么除了雷达之外呢，还将会利用为 F-35开发的雷达吸波涂料，来降低 F-16CD 战斗机的雷达截面积。那么曹先生，您认为这一方案是否可取呢？那么隐身版的 F-16CD 的战机的战力又将会有多大的升级呢？实际上呢，理论上是可行的，但是现实中是不可行的。我们说呀，就是 F-16、F-15，这都是非隐身的飞机，是美国的主战飞机。但是呢，它现在在这个雷达的荧光屏上，比如正面的截面积，假设 F-16它的雷达反射面是8平方米的话，人家可能连0.08平方米都不到。所以呢，这个 F-35的隐身性是属于它的整个的就是这个飞控系统不但好，而且呢，它的隐身性能是由于它整个的这个飞机的设计形态决定的。而 F-16它根本就没有进行这样隐身的设计。你把涂料涂上去之后，你在雷达反射面上的这个反射的波还是非常强的你还是要可能比 F-35这种隐身飞机要强几十倍。那么第二点呢，这个隐身涂料不是说你涂上之后就管用的，它涂上之后还要经常的涂，它还对温度有很多的要求。那么你想想 F-16是一种普遍使用的美国主战飞机，那你要是靠这个涂料，你怎么保养？你怎么维护？你怎么作战使用？要大大的降低它的使用时间和增加它的维护保养的时间。所以我们看这点也是在实际中呢不太好。